大家好，我是小 K，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2015年 HBO 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叫《纽约灾星》。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个被3起命案纠缠了40年的超级富二代，与他交往过的人、妻子、朋友、邻居全都无一幸免。这些人要么失踪，要么离奇去世。他究竟是罪魁祸首，总能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还是他周围的人的离世只是巧合？40年后，这些谜案的答案竟然因为一部纪录片而阴差阳错地解开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进入纽约灾星的故事。我们先来说说这位被称为纽约灾星的罗伯特·德斯特。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说他们家富可敌国都不为过。他出生于1943年4月，是纽约房产大亨西摩·德斯特的大儿子。祖父是一位奥地利移民，曾以裁缝的身份来到纽约创业，并辛苦打拼，最终在1927年建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帝国。德斯特家族在纽约颇具影响力，他们控制着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房产，拥有及管理着纽约许多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包括世贸中心、美国银行大厦以及位于时代广场的康泰纳仕集团总部等等。罗伯特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从小在威切斯特的郊区长大，但他们舒适的童年在1950年因为母亲的去世而终结。在那一年，罗伯特只有7岁。有一天深夜，罗伯特被父亲叫到窗前，透过窗户，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罗伯特看见母亲站上了别墅的屋顶。几秒钟后，他的母亲就从天台上摔了下来，离开了人世。从那时起，罗伯特开始变得有些疯狂和孤僻，而这个目击母亲去世而导致自己有性格缺陷的理由，就成了罗伯特100万美元律师团日后为其辩护的理由之一。时间来到1973年，罗伯特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凯西·麦克马克在纽约完婚了。那一年，凯西只有19岁，是一位半工半读的牙科保健员。1976年，经历了3年快乐时光后，罗伯特和凯西的婚姻开始瓦解。凯西告诉家人自己想要个孩子，但罗伯特却强烈反对，并在她怀孕后强迫她去堕胎。最终，凯西想到了离婚，但却因为自己与罗伯特签订了婚前协议而受阻。据报道，在他失踪前3周，曾因面部淤青去看过医生。他当时对朋友说，是罗伯特殴打了自己。1982年1月31日，凯西在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家中参加聚会，但在接到罗伯特的电话后，便急忙想要提前离开。据朋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表现得很害怕，并在走前告诉自己的朋友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千万不要放过罗伯特。很可惜，这是朋友们最后一次见到凯西。1982年2月5日，罗伯特向警方报告说，自己的妻子凯西失踪了。在他的讲述中，凯西在31日晚上回到了他和罗伯特在纽约州南塞勒姆的房子，他们有过一个争吵。之后，凯西说他想回到城里的公寓去居住，于是他将凯西送到了车站，并看着他登上了去往曼哈顿的火车。然后，罗伯特回到了家里，还和邻居们聚在一起喝酒。之后，又和已经到达曼哈顿公寓的凯西通了电话。他的这个故事还得到了那个曼哈顿公寓门卫的佐证。门卫说，他亲眼看见了凯西进入公寓楼。在警方调查的同时，凯西就读的医学院副院长还提供线索说，凯西失踪的第2天，有一个自称是凯西的人打电话请过病假。后来，当罗伯特被问及为什么不早点报告他的妻子失踪时，罗伯特却说，由于妻子是在医学院工作，2、3天见不到她是很平常的事。然而，经过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后发现，尽管有很多证据显示凯西失踪和罗伯特并没有关系，但那门卫后来承认说，他只是从后面和远处看见了凯西回到曼哈顿的公寓里，他并没有看清楚他的脸。而且与罗伯特喝酒的邻居也表示，其实自己那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并不确定那天晚上与罗伯特喝过酒。此外，
电话记录显示，当晚凯西的曼哈顿公寓里并没有从位于南塞勒姆的家中打来的电话。对此，罗伯特解释说，他是在遛狗的时候用公用电话打过去的。可凯西的朋友们发现离罗伯特的房子最近的公用电话都在几英里之外，而且事发当晚又冷，而且还下着雨，他怎么可能到几英里之外去打电话呢？凯西的失踪让他的朋友们非常的难过。凯西失踪前留下的话让他们非常怀疑她的丈夫罗伯特肯定与她的失踪脱不了干系。尽管警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证据，也并未找到凯西的遗体，但一群愤怒的闺蜜们自己组成了调查组，势必要将罗伯特绳之以法。他们翻找了罗伯特家门口的垃圾桶，发现罗伯特把凯西的物品都扔掉了，好像他已经知道凯西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在这些垃圾中，他们还找到了一张罗伯特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垃圾场、桥、船、铲子，这让人立即联想到了不好的事情。但是警方却在收到德斯特家族停止调查的请求后，将凯西列为了普通的失踪人口。由于长时间缺乏证据，此案也只好搁置了。而罗伯特也为了不对自家生意造成太大的影响，选择了逃离大众的视线，并将一切都托付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苏珊·伯曼。可惜的是，这位曾经的好友后来也离奇失踪了。说起苏珊·伯曼，就不得不提起他和罗伯特类似的背景。他和罗伯特都是富二代，彼此也是最好的朋友。苏珊的父亲是著名黑帮的一员，他经营着拉斯维加斯火烈鸟酒店和赌场。或许是苏珊和罗伯特都有着童年丧母的经历，所以两人从小就无话不说。认识苏珊的人都说，他和罗伯特的关系比亲兄妹还要亲，甚至到了忠心耿耿的地步。1998年，检察官想起了那一通自称是凯西的人打给医学院副院长的电话，他们认为这一通电话或许就是苏珊为了帮助罗伯特掩盖犯罪事实而打的。因此，在2000年，洛杉矶的调查人员决定在凯西失踪18年后重启调查。这首先要调查的对象就是苏珊。可就在采访前不久，苏珊也失踪了。一向在乎家庭活动的她，竟然没有去参加约定好的圣诞平安夜的聚会。因此，苏珊的孩子们在当晚就报了警。本来是一年中最温馨的夜晚，可这个平安夜却是噩梦。当警方赶到苏珊家中时，发现她已经头部中枪，没有了气息。她的房间没有被破坏的迹象，也没有打斗的痕迹，财物也没有被盗走。警察知道这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几天后，警察局收到了一封手写的信，信里只写了苏珊家的地址和一个词“尸体”。信件上写的 Beverly 一词被错误地拼写为 Beverly。大家都知道，苏珊是罗伯特最好的朋友，也很可能是凯西失踪案的知情人。于是，罗伯特又一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警方传唤了罗伯特，罗伯特的回应是：事发时，我和我的朋友在加州喝酒呢。警官，苏珊的离世绝对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罗伯特极力地辩解着，并提供了人证。警方没有直接证据，便无法确定罗伯特是否是凶手，且警方又找不到新的证据，所以24小时后，罗伯特便被释放了。警方推断，罗伯特是听说检察官要传唤苏珊进行询问，担心苏珊说出18年前自己妻子失踪的真相，因此决定先下手为强。而他被释放后，凯西失踪案又开始了重启调查。加上自己最好朋友的死亡，罗伯特成为了各大媒体的焦点。为了躲避风头，他搬到了德克萨斯州，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可他搬到哪里，哪里就有命案发生。难道这些都只是巧合吗？还是他是一个总能巧妙逃脱的连环杀手呢？2011年9月28日，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亲在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湾钓鱼的时候，无意间注意到了一个漂浮在水中的垃圾袋。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并捞出了这包沉甸甸的东西。大家都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不出所料，
里面确实装着属于成年男子的身体组织。根据线索，警方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是一个名叫莫里斯·布莱克的71岁男子。到底是因为什么使这个古稀老人遭此横祸呢？随后，警方找到了他的住处。经过排查，警方认为在布莱克的邻居中有一个老太太很值得怀疑。在别人的眼里，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失聪老太太，但种种迹象却表明，她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原来老太太和死者是邻居，而且和死者生前走得很近。死者最后的通话记录显示，老太太很有可能是死者见过的最后一个人，所以这不得不让警察对她产生了高度的怀疑。可当警方进入老太太的公寓时，才发现房间里有假发、裙子、剃头刀等等。原来他们要找的竟然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而房间垃圾堆里隐藏的收据将嫌疑人的名字指向了隐姓埋名的纽约富豪罗伯特。警察抓到他后，按照程序告诉他，如果想在开庭前自由活动，他需要交25万美元的保释金。罗伯特微微一笑，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他的妻子就送来了25万美金，将他保释了出去。然而，就在保释后的第二天，他却逃跑了。经过45天的追捕，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超市内因为盗窃鸡肉三明治而被捕。终于，罗伯特对自己处理了布莱克遗体的事情供认不讳，但是他并不承认是自己杀了人，只说是他们在争吵下因为抢夺武器导致枪支走火，才不小心击中了布莱克，而他自己是出于自卫才处理了遗体。至于逃跑嘛，则是因为担心没有人会相信自己的故事。大家听到这个理由，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扯淡呢？我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就在这样离谱的理由之下，罗伯特却真的因为证据不足被宣判谋杀罪不成立。看来他非常清楚，1级谋杀罪在抛尸本应面对几十年甚至终身监禁的，但他却只因为破坏证据和违反保释法而获得了5年有期徒刑。在大家都以为罗伯特就此逍遥法外、安享晚年之时，一个和他有关的纪录片却带来了意外的惊喜。罗伯特的人生经历于2015年被拍成了 HBO 纪录片《纽约灾星》。在导演组采访苏珊的孩子时，他们提供了一封罗伯特写给苏珊的信。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警方收到的关于苏珊遗体地点的信件吗？苏珊孩子收到的信件的封面上有着和警方收到的信件一模一样的拼写错误，均是在比利佛这个单词上。导演组随即请到了笔迹鉴定专家，专家说这2封信件的笔迹是属于某一个人独有的，且只属于这个人。最后，导演请罗伯特又做了一次采访，罗伯特否认有给警察寄信。于是导演组截取了2封信件相同的短语，让他辨认哪一个是自己写的，他却连自己也无法分辨。也许是被问烦了，罗伯特要求暂停采访，休息一下，就进了卫生间。然而他身上的麦克风却忘记了关闭。采访结束后，制片人意外地发现了一段录音，录音里他居然在厕所里喃喃自语。What the hell did I do? Kill them all. Of course. 他竟然承认是自己亲手结束了那些人的生命，这也成为了这几个谜案的最新突破点。罗伯特随即被警方逮捕。在2021年5月，检察官召集了80名证人，介绍了将近300件证物。经过4个月的审议，最终陪审团终于裁定罗伯特犯有1级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就这样，深缠争议40年的纽约灾星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注定。78岁的罗伯特在被判处终身监禁后的1个月感染了新冠肺炎，最终在2022年年初因为心脏骤停在加州医院去世。最初的他可能只是个失去母亲、渴望关爱的可怜男孩，但是这一切的苦难都让他离正道越来越远，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无论有着多么痛苦的经历，
都不应该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